大家好，我是袁某人，这里是每周5晚更新的赛事周报。赛事周报呢，将带大家回顾上一周 LPL 定组赛的情况，同时这期也会聊一聊 LCK 赛区的一些重点比赛，帮助大家跟上当前的赛事进度。那目前呢 ，LPL 的定组赛基本是尘埃落定了。B 组由 BLG 和老干爹携手出现，老干爹主打不求人，在第2轮完成了3战全胜的好战绩，甚至2-1击败了 BLG， 可以说是堂堂正正的进了登峰组。而 C 组滔博哥倒是一大场未败，6-0挺下一轮没问题。同组的 LNG 呢，则是有惊无险，靠着小分优势击败了同成绩的 IA。唯一呢还有悬念的就是 A 组的 EDG 和 FunPlus，B 组的 UP、IG、微博这几兄弟到底谁会出现了？相比呢，隔壁 LCK 格局就明显很多了。目前呢是一超多强，根基断崖式的领先。夏季赛至今为止好像还没有队伍能摸到根基的高地，所以他们在沙特杯的表现还是挺值得期待的。那上周的比赛又有哪一些有趣的地方值得一看？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冲。上周4的比赛 ，RA 2-0 OMG 没啥好聊的，毕竟 OMG 当下确实比较落魄了，那短期内是没有任何竞争力的。而 FunPlus 和 EDG 的比赛就精彩多了，两队打满了3局，2局都上演了翻中翻，但还是 FunPlus 笑到了最后。简单讲，两队其实都不那么适应版本。FunPlus 呢属于打法上不适应版本，所以失误率会高；而 EDG 相反 ，EDG 是英雄池不适应版本，而选手的状态是没问题的，所以 EDG 就会打得没太多问题的情况下，却很难赢得干脆。这个版本中路不是小炮就是飞机，甚至是永恩，那都是为了给 AP 打野腾位置。可 Crying 是不打飞机的 ，AD 中路里他只玩小炮，永恩和飞机都没有，他更偏好于会和沙皇这种 AP 核。所以这个赛季呢，用过2次沙皇的选手其实也就2个，一个是 Crying， 另一个就是小虎。这导致杰杰即便他能玩 AP 也不能玩。当然杰杰本身更擅长于节奏打野，那这样的配比也 OK。但 Crying 虽然他玩大核中路，但实际上他又不是超一这类强对线超会刷的类型，导致呢他的发挥非常看团战收益。团战如果能赢他就有经济，团输了他就很容易变酱油。第一把打 FunPlus 他的会28分钟居然才230刀，37分钟的大后期他的会连4件套都没有，这样的发育是导致团战无法形成碾压之势的关键问题。就 Crying 这名选手在换人头的局里，他的发挥往往都很好，但如果局面很闷没节奏，他吃不到人头，那他就会隐身。所以 EDG 的后期团他并不稳，双方前2把都贡献了精彩的翻盘局，FunPlus 更是完成了3打5的逆天团战，而 EDG 则是靠着杰杰出色的发挥，第2把大劣势的情况下连续拿龙断了龙魂节奏，并且成功一波翻盘。但第3局 Crying 拿出小炮后，面对 Care 的飞机就有点力不从心了，很早中路就出现了。然后呢，就是 FunPlus 最擅长的野辅联动各种施压环节，反正 EDG 整体的基本盘是有的，但选的阵容方向虽然符合选手擅长的这点，但不太贴合版本。后续还是要多使用一下版本角色来增加队伍的容错，不然就会像第3局输那样，线上他一劣势输的就很自然。而 FunPlus 目前打得很贴合版本，关键在于选手在新版本上能不能维持好队伍的联动性，提高银河本身的 gank 效率。目前他们打的内容已经是比第1轮要好上不少了，这是一个不错的兆头。也因为 EDG 输掉了这个关键分，所以 A 组的第2名的悬念依旧还在延续。那同一天 LCK 那边也有一场有趣的对局，就是根基打 KT 的比赛。KT 有我们很多熟人 Pyosik、Burial、Deft、BDD， 配置看不算差，而且他们是春季赛常规赛唯一一个击败过根基的队伍，所以赛前我还挺期待 KT 打出什么样表现的。但看完之后我只能说，这支 MSI 夺冠回来正在走 Golden Road 的奸计确实太强了，而 KT 状态也确实差。两队在运营端差距有多大呢？第1把的15分钟奸计仅有1个人头入账，但仅靠运营和刷刀就已经领先了4000经济，15分钟4000经济如果不是说 KT 打出了不止一波起集团，那场面会更难看。但绝望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了， KT 赢团赢人头，但永远赢不了节奏。 KT 已经是一套超级开团阵容了，他们想开起来绝对是能开的，但根基就是能运营住，就是能让 KT 拿不到节奏。25分53秒，这里根基团战大获全胜 ，Lehens 追 Burial， 这里呢不一定能够追死，但 Lehens 他居然是尝试性的追，都不继续尝试了，是立马按币回城，保证和队友的回城频次一致，这样就不会录 timing 在下一个进攻回合。只能说奸计的距离性真的夸张的好，就凭他们完全不上头的这一点就值得学习第1把 KT 这套阵容还能跟奸计拉扯一下，输人但没输阵。第2把在阵容核心没怎么变的情况下，奸计适应后就在第2局完成了个平推，确实是猛奸计。就看后面其他队伍能否挑战奸计的霸主地位了。但目前的版本状况来看，还是挺难的。如果你问我定组赛到现在哪场比赛比较精彩，或许我会挠挠头看看滔博和BLG好像都在虐菜，没太有高质量和势均力敌的比赛。而如果问的是哪场比赛最让我觉得在吃屎，那我一定得坐正来跟你好好唠唠了。AL 和UP 的这场比赛看得我是酣畅淋漓尤其是第2局我真的惊了。
充分诠释了强我们 LPL 不一定擅长，但如何折磨观众，如何喂食，我想他们还是懂。第二把充斥着我无法理解的地方。首先在 BP 上 ，UP 为啥会让晴天选石头人来打阿乐的凯南呢？虽然在对线端啊，石头人是一定程度抗得凯南的，可他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打野能来提款。这把 Hiker 可是先选杰拉了，杰拉怎么可能去上半区和石头人找凯南玩呢？所以实际上晴天这个石头人选出来是一个纯粹的坐牢，但他也怪不了别人，因为这把他的发挥也极其逆天。UP 的阵容、正面团、控制和开团手段都极其丰富，属于打阵地贼强。所以呢，要打控龙，围绕着下半区起节奏，这点 Hiker 做的没有任何问题。第一波完美月下扛塔，后面速龙拿火龙魂都是很 OK 的运营节奏。那 AL 这边阵容就更看手法一些了，盲僧、妖姬还有凯南都是可以创造操作空间的英雄。其实，在第一波潮宠团 UP 赢后，我就感觉，哎呦，这把 UP 很有机会拿下呀！双射手加瑞尔石头狗的开团，实话讲很扎实，只要防好凯南的进场，团战压力是不大的。但子涵的墨菲特开始烧脑了，先是团赢后摊线，想把线处理完再避，结果没有算好凯南的上线时间，白给了一个人头，还被卡了线啊，绝对的低级失误。线被卡后呢，也不知道4级的塞纳到底威胁多大，反正就是直接又把子涵的石头大招给下出来了，真不太至于吧，就掉了一层皮。最后呢，因为没有大招，反而 AL 从上路完成了突破，康特卫养了一个团战不好处理的凯南出来，否则 AL 呢其实是能平推的。其实一看也知道 AL 的塞纳体系也真不太行，实话讲啊，35分钟连100层都没有的塞纳是真不多见的。当然月开的卢锡安也是经典逛淘宝，同样喂了一个头。这2个单人线的哥们，我提前给大家打点预防针，等一下团战环节大家可以重点看看这哥俩的表现。16分钟的这波团啊，请问子涵的石头到底大了几个呢？实话讲，真不是我说子涵呐，那石头人不帮 AD 挡钩子就算了，你这只击飞一个泰坦，是否有点太那个了？这波墨菲特宕机我就不谈了，后续的龙魂团 UP 的新辅助 Negative 发挥极其出色。那子涵呢？到这里啊，都或许是选手操作有点问题，但后面 UP 的决策太变态了。在拿下火龙魂后 ，UP 虽然正面团很好打，但单带端有点带不出去，所以28分钟拖到了经典的男爵和远古龙同时存在的节点。UP 更变态的是，他们选择当着 AL 的面吃男爵，然后直接把远古龙白放了，又是放远古龙换男爵啊，真有你的！后面就是经典的背秀环节 ，Croco 这个盲仔把 UP 单人线的双子星拿捏得死死的。虽然 AL 打赢了一波团，但 C 位掉闪且没拿到任何资源，后续反而被 Nect 的瑞尔抓到了一个机会，直接开启了下路双人组。到这里 UP 也有一个终结比赛的机会，但月开的卢锡安太变态了，极限扛塔导致一波不掉，反而掉了双龙会给 AL， 然后就轮到 AL 犯病了，打出人数差后可以一波掉的情况，硬是越门压塔呀。香克斯这个踩上去，我也是真没想到，只能讲但凡 AL 不贪击杀，早一波了。虽然 UP 此刻只有裸水晶，但他们又有了一个一波掉 AL 的机会。中路有超级兵，可子涵啊再次犯病，硬扛防御塔扛到死。就整个比赛看完，我的脑子里就一个词 why 要这样 why 会这样 why 会是这样的结局。那对于 UP 来说，其实前2把发挥都是蛮不错的，尤其是辅助 Negative 很惊喜哦。之前赛事周报聊到他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新人还蛮不错的。那这个 BO3 他打的已经可以算得上是经验了，只可惜队友确实太不当人了。UP 这种队伍一鼓作气卸掉后，后面就不太有说法了。第3把选了一个非常常规的版本阵容，也是很轻松的被 AL 运营掉了。只能讲啊 ，UP 第2场月开和晴天同时有一个正常人，他们都能爆冷，可惜没有，2个都是逆天。当然得说 NIP 打微博的这2场，微博这边也没有正常人，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我们亲爱的虎子了。第1轮打 Rookie 打不过就算了，第2轮打不过我也能理解，可杰斯不假鞋加夜之锋刃 ，Are you kidding me？ 不是你这么怕死，你直接穿反甲得了。第1把诺了我就忍了，猴子日女可能确实给的压力太大。那第2把永恩出到冰泉的时候，我脑子里想起了那句话：凛冬将至。是时候捧起全球总决赛奖杯了。当然，隔壁赛区其实也有研发好手啊。上周4呢 ，T1 迎战 KDF， 这场比赛也展现了当下 T1 在版本上遭遇的困境。我知道很多兄弟会困惑，哎呀，怎么会聊这个 KDF 的比赛啊？很多国内观众可能都不认识这个队。但我想说一下 ，KDF 这个队还算可以的，虽然选手大家都不太熟，但打这场之前他们是拿到了3-0的开局。更重要的是，这个队伍的主教练是大家熟悉的前格里芬教练 CV Max 麦哥，作为带出过 Chovy、塔坦、Viper 的教练，这个教练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独特的 BP 构筑逻辑。所以这个 BO3
3还是有很多值得说的点啊。先说 T1 吧 ，T1 为什么我说有版本困境？在 MSI 版本时，拳头是加强了男爵的输出，就导致了男爵中期的 rush 难度是变高了，必须得有一个前排来扛伤害，否则男爵打不了。而 T1 这个队伍，在我个人看来，他们对于男爵的运营、对吃男爵的判断都是非常出众的，这也是他们终结比赛能力强的很核心的一个竞争力。过去 T1 很善于拿线权去抢一个中期的优势，然后宙斯呢边带发育和施压，Faker来撑这个时期的节奏。如果可以就抓机会吃男爵，对手同时要应对男爵的 rush 和宙斯的边带，还有 T1 非常优质的开团，很多配置跟不上 T1 的队伍，对线期就完蛋了。那像根吉为什么呢？一直吃 T1。他们首先本身在防男爵 rush 的视野布置上就没有压力，而乔伊呢往往能保证和宙斯的单带线不出问题，而现在还多了一个 King， 就打得更自如了。所以男爵1加伤害，现在的 T1 就相当于中期被砍了一条腿。而另一个问题就是大欧他不玩 AP 野，目前玩的最多的还是猪妹，打了把岩雀0-4没作用，又回到自己舒适区了。所以第一把呢 T1 点了一个稍微有点逆版本的阵容，飞机加猪搭配个瑞尔，而下路则是 EZ 加日女。这种阵容在这个版本是没有后期的。EZ 手长但摸不到后排，飞机手其实也短，只能说靠 W 来稍微拉扯一下。但 KDF 这边又拿了个小炮，虽然 T1 凭借猪妹加日女这样一个优质前排拿到了一个前期优势，一度是领先了 KDF 接近4000块，但这些都是有伏笔的。T1 为了拿一个边路的主动，支援过多，导致很早就掉了一个中1塔，这让 EZ 这个英雄失去了价值，后续反而是 KDF 掌握了落位的机会。KDF 的阵容挺扎实的，传统的小炮大树体系，团战还有剑魔加泽力，所以往后期打 T1 就没法打了。而边带纳尔虽然做到了一定的压制，但破完外塔你上不去高地了。更尴尬的是 T1 这个阵容他没有吃男爵的能力，只要他敢偷，大树给个大招就立马要完蛋。所以第一局 KDF 很顽强的完成了团战的翻盘，能做出这样的 BP， 我觉得当下 T1 的英雄池储备上确实是有一点跟不上版本的情况。其实几个选手的发挥我认为都没有什么问题，输跟操作和临场判断关系都不大，就是版本理解和阵容选择上有点奇怪。而第二把 KDF 给我了蛮大的惊喜，他们是先拿了飞机后来了一个岩雀加泰坦的下路， KDF 是有点4保1味道的，但实际上岩雀打下路发育够好是绝对能 C， 算是一个手短双 C 的阵地阵容。相比 T1 这边也是很经典的提速阵容，这也很正常嘛，因为 T1 如果不打算让 Owner 玩 AP 野和，那阵容就一定只能往提速这个方向走。劣势的话 T1 的阵容是一点输出没有的。当17分钟双方在第3条龙上 KDF 完成了一波0换4，我就以为 T1 要走远了，但 KDF 这边也出现了逆天之人，就 KDF 这个阵容本身是缺输出的，他不缺控制，结果他们的 AD Leaper 的岩雀他来了一个大天使兵长大面具，再加水银鞋的出招，不是哥们，尊师胡老大是吧？这强行把 KDF 的阵容变成了个4保1飞机，那这种局破坏王就爽了呀，无脑 all in 就完事儿了。T1 反而在中期他给翻了，就 KDF 打的这个游戏内容给我感觉跟 Faker 这把选阿里很像，就是那种难道你要选名人堂皮肤带货了吗？没有，果然是原皮，果然还是那个你，就表面惊喜。第3把呢 T1 我觉得做了一个相当好的 BP， 即便小吕布的泽力算是被诟病比较多的英雄，但拿出来后对于 T1 后期阵容曲线是有一个很有效的补充。我觉得 T1 前期的设计都是不错的，反而是后期团战这块有点虚。本身 Owner 状态很好的情况下，他能带节奏，那就干脆让下路成为兜底的角色呗。第3把飞机加泽力搭配3个巨肉，摆明就是要和 KDF 一样 C 的能力。那12分钟 Faker 一波回家 TP， 然后中路猪妹打断永恩传送，一波大节奏，游戏直接结束。因为双 C 这样的发育，中期 T1 是随便开随便有的，拿资源根本顶不住。尤其泽力这种英雄的存在，像 Wolf 说的那样，就 KDF 就像之前 T1 遇到根吉那样，配子他泽力一拿，自己就得着急了，没办法，时间不是他的朋友。当然以 T1 表现出来的这种游戏内容来讲，后面第2轮碰根吉，我估计也是悬的。但我觉得核心还是得解决队伍的版本优先级问题，同时他们对于 Guma UC 的定位和对 Owner 的定位到底要不要随着版本的改变而改变？毕竟 T1 还是一个极其强调下路线权的队伍。Guma UC 呢作为基站，如果顺应版本在 Owner 不出 AP 野核的情况下，下路要做大核，那一定是正确的一个思路。就看后续 T1 的版本梳理和抉择了。我个人来讲，这场 Guma UC 的泽力打的没什么问题。那周日的比赛排班有点拉胯了，如果是跨时代的18 RNG 或者21 RNG 打 BLG， 我觉得可看。可现在 RNG 打 BLG， 结果毫不意外。这场比赛主要的看点在场外，省流就是呢 BLG 轻取了 RNG， 但出现了虐权的情况，导致了一些解说的不满。什么情况？都这么装吗？有点太不把这边当人看了，他这个真的没必要吧？你不要这样玩吧。就虐权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能否接受，就跟大家能否接受弱爆一样，看个人。我个人的理解就是，问题它不在虐权这个行为本身，而是因为他们往往因为虐权而导致没能结束到比赛。你说推加了，我顺便去刷点伤害，很多队伍都会做，很正常。但 BLG 有几次都属于并不是10拿9稳他就开始虐权了，就反而给了个机会。说白了，虐不虐权刷伤害，它属于赛后的甜品。可 BLG 目前呢还没有达到说我天下无敌了，我想怎么打都可以的地步。如果大家LPL头牌大王的要求来看，那肯定希望 BLG 打得更严谨一些，更扎实一些。说白
白了，能赢的局你别浪输，或者你多浪个10几分钟，本来比赛就不好看，你别折磨大家的时间嘛，你就正常玩，推加权，你去虐拳，刷伤害，其实真没有人说。这也是为什么BLG教练大伟他会说你们要正常玩。什么叫正常？我们今天正常玩是一定要做到的我不希望你们因为赢然后去着急，他们想要看到你们因为浪而输啊，好不好？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LPL 的前车之鉴太多了，就像教练说的那样，正常玩就好了。那老干爹和 W1 这场是本周最大的惊喜。海超和国豪2个中野英雄值是真不错呀。国豪目前用了8个英雄，而海超则是7个。虽然同组碰不动BLG，但打 RNG 是没问题的。那这个 BO3 两队的结果就决定了谁更有机会进入登峰组。W1 如果赢了，那老干爹就没戏了，因为第一轮交锋 W1 是2比0轻取了老干爹。可第二轮开始全力超开始爆发了，他延续了自己火热的状态，2场都是相当稳定的发挥。第一把妖姬5-1-12，甚至对 Fofo 也有对位单杀。第二把永恩4-1-3，发挥稳定，而且他永恩 Q 闪没有失误哦。虽然调侃叫超伪，但别说两者还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首先就是海超对线基本是不输的，而且中期刷钱能力非常稳定，他不会出现像Crying 那种打着打着发育就没了的情况。海超不管优势劣势，发育都是跟着时间走的。其次呢，他的选位进步很大，虽然都调侃老戏骨，但海超大部分的团战站位比过去有灵性多了，属于不离场又不会轻易进场的范畴，不急不躁，这点很好。最后就是对线，我就这么讲吧，前面打BLG时打左手他是没有出现的，而且团战判断也进步了不少。第二把呢，他的永恩在上单先死的情况下，反手快 R 马上把铁男给杀了，他不抓这个机会 ，WE 是有逼男爵的可能的。在金角这种敢开辅助的带领下，老干爹现在是有点发力的样子了。2比0横扫 WE 后，老干爹和 WE 在大比分上战成了1比1。如果老干爹能延续这样的状态，完全有机会去登峰组。周日的比赛值得期待的就是滔博和 LNG 的比赛了。那 AL 打 IG 不是特别意外 ，AL 是很轻松的2比0完成了横扫，而 LNG 则是对滔博的连胜造成了一些困扰，断了滔博目前的小场不败记录。但即便如此，我依旧对滔博的表现还是认可的。就我看比赛不只是看输赢有些局他属于对面打得好，然后自己也有些失误，输了是正常的。而有一些局他输是因为自己要怎么玩他都没明白。那第一把 LNG 的双 POK 阵容是我目前觉得 LNG 玩的最好的体系了，也是最适合他们的。他们当下最大的问题就是队伍里没有一个优质的开团手，就开团这个信号 LNG 是没有人能做第一个的，即便有人做，开的也大概率是一坨屎。所以第一局的 POK 阵容算是比较适合他们当下情况的一个选择。而滔博这边就是版本比较常规的阵容嘛。那微微和 Scott 这把前期联动做得很好，猪妹该有的 gank 节奏都有了，但 LNG 中期乌龟的问题依旧存在。15分钟5-1的人头比领先3000，阵容互换，滔博可能10分钟内塔都给推完了，但 LNG 就是能拖到40分钟。滔博虽然会有一些逆天决策，但都是在边线运营上不够熟练。LNG 呢其实早点开始派人担待，滔博不一定能接得住，尤其是 Scott 在19分钟就2件套的时候。但 LNG 的边线运营也玩不起来，有一个很变态的点就是紫卡，就是他玩的太公式了。Scott 在下路施压的时候，紫卡的兰博他被抓出了闪现，然后大家看小地图动线，在下半区点完所有视野的情况下，大家打龙完全不用担心有人来，中路也有线。那我不太明白为什么紫卡他不敢吃这波上路线，他反而让塔给小奶油摸了半血。而航大家可以看动线，如果紫卡担心被越，那 OK 我叫航来看一下呗，护一下总行吧。哦就不，我就公吃半区啊，我下路队友施压，我上路不能出事情，所以我线都不吃啦，夸我大哥20分钟你领先6000块，滔博要是真要越你 Scott 和 Gala 也还有 TP， 这到底怕什么我不太明白了。航和紫卡2个人就属于我感觉有点危险，那我就不去看了，半区原则嘛。但这种完全抗拒对抗的思维和动线，让 LNG 打的就无法让滔博感觉到威胁，这也是 LNG 今年特别玄武的原因。你优势你都不上嘴脸嘛，3个人在上半区，有中线有 TP 有援护，居然不敢塔下吃兵，太变态了。就 LNG 这个队伍的人，我感觉太怕被抓了，就不敢去承担同等人数下未知的那种突发和反打，就只能打那种有信息的进攻。所以第一把 LNG 这种优势都拿得如此艰难，我后面2把看 BP 我就知道 LNG 拿不下了。第二把呢，武器加瑞尔作为开团手，那 LNG 我知道他不会有人开团的。结果跟我想的一样，第一波滔博主动求战 ，LNG 反打失败劣势后，直到25分钟加药被推了 ，LNG 才开始主动反打。第3把 LNG 什么盲僧洛加蝎子这种要看操作的，团战也是不用看的，肯定是看不见劣势主动开团的。当然这把 Scott 的妖姬发挥实在是太臭了，所以基本赛后火力都在 Scott 身上，Gala 的侠也没有了以前所谓韩一侠的风采，反向 R 都来了。那我不起双 C 的发挥，但我觉得更本质一点就是 LNG 这个队伍在团战的开团这块太差劲了，就没有拧麻辣香锅这种选手，我优势我就要把团战开起来，我打给双 C 收割。
而是等，无止境的等。第3局就没看过 LNG 主动去开团，或者反打或者反开，都是 Scott 和 Gala 觉得能打，自己上去开了，就打得很怪。而滔博第1局虽然输了，但队伍在开团啊、整体性这块都没有毛病，有些沟通失误、判断失误都很正常，该打的时候不敢打，那才是真的有问题。那26号的 OMG 战应该是会决定最终 LNG 是否能够进登峰组。如果那场输了，那就直接输给 RA 了。而 RA 如果能够赢滔博，那好像也能提前锁定。那说完 LPL， 我聊一下同一天的 LCK 那边 KT 和韩华的比赛。这场比赛内容上能聊的也不多，因为 KT 仿佛路边野狗，被韩华很轻松的碾压了。KT 也是迎来了一个4连败，感觉在接连的失利后 ，KT 的心气已经被打散了。像 Deft 的这种中西球塔，居然能够直接被砍死，就让人觉得怎么能这么自然呢？还是说这波就要发生了？直到好痛哦！直接他好痛哦！就在这卡2刀3刀直接砍死自己前队友了。拿出来聊的原因主要是这场小花生掏出了个稻草人打野，就在 AP 打野横行的当下呀，稻草人打野算是一个团战还不错的选项，因为当下大部分 AP 打野死哥、豹女、火男、杰拉、莉莉娅这些，他们在开团上都略软，就不是那种硬开团，就导致了辅助必须去承担开团的职责，而草人算是开团上 AP 打野的一个不错补充，就看看后面 LPL 队伍有没有人会练了。周一的2场比赛主打的就是被翻盘，先是 EDG 领先 TT 近8000块，结果推到双子塔的时候被一波翻了 ，TT 是含泪收下夏季赛首胜。第2场则是 FunPlus 在手握土龙魂领先6000的情况下被京东翻盘。虽然讲经典优势被翻盘是 EDG 的传统异能了，可这个赛季 EDG 被翻的也太多了。第1轮打京东被翻，前几天和 FunPlus 的比赛被翻，今天又被 TT 翻了。老店是这样的，上个赛季淋过雨，所以也想给别人撑一把伞。EDG 痛失好局的代价就是失去了100%晋级登峰组的机会。如果他们顺利的赢下 TT， 他们在大场是可以来到3-2，凭借小分优势也是高于 FunPlus， 晋级是妥妥的。可毕竟在失望这个事情上 ，EDG 从不让人失望，所以自然就是进入到了熟悉的算分环节。A 组目前来看，就 EDG 和 FunPlus 嘛，他俩就是2-3的情况下，主动权是在 EDG 手里。想要晋级登峰组，最直接的就是战胜京东了。说实话 ，EDG 输给 TT 我还真没想到，何况还是0-2输的。第一把前期 EDG 打的都挺好的 ，Wink 的一波开车也是直接奠定了优势，一个峡谷先锋连撞3个塔，转晕了，加上 EDG 泽利加飞机的双 C， 泽利发育又好，也很难想象怎么会输。用 EDG 那个老岳的话来讲，我都有一种胜之不武的感觉了，怎么办？结果没了兵线还前压，被 TT 抓到机会，完成了反一波。侯雅这个0-5的魁丧体都能赢，属实难崩。那第2局 Crying 的狐狸主打的就是纯情，9分钟的团战，一套技能全给到假侯了。然后电龙魂的这种团战 ，Crying 的这个一闪也是离谱，你是真不会狐狸啊！我稍微瞄了一眼 Crying 上个赛季的狐狸数据，幽默的操作还不止这波啊 ！TT 抓死辅助开打男爵，结果他 TP 去下路抓9桶了，直接被侯雅戏耍。看到这里，我脑海里直接想起了那声。这个人应该是思想出问题了。当然 ，EDG 第2把选这个小火龙，我是挺没想到的。输归输，但起码我看到了我第7喜欢的 EDG 经典驯化环节。我之前对你们也太温柔了，那接下来这段时间，如果你们再重复犯，那我会对你们更严厉一点，我会对你们发火。那京东打 FunPlus 的这个 BO3，结果自然是意料之中了，只是过程有点无语，尤其是 FunPlus 第2局超大优势的情况下，却完全没有整体可言。这场比赛又轮到圣枪哥上场了。第1局小老虎前期虽然拿到了一些优势，但面对圣枪哥这个点压制是不够的，反而是中路 Care 的飞机被牙膏的小炮压的是节节败退，12分钟小炮就推掉了中路塔，经济直接碾压了。后续也是僵持中的经典拖鞋 Life 闪现失误被逮捕，一波送完。那第2局 Milky Way 是拿出了此前战胜 EDG 的皎月，这个赛季除了唯一拿过1场外，剩余的2场都是 Milky Way 使用的，算是他的绝活了。利用布隆的1级强势 ，Milky Way 的前期野区进攻拿到了巨大的优势，连斩3人开局，加杰拉刷野，节奏被断，后续更是和队友上演了一波顶级配合。那 Milky Way 在中路放峡谷，京东这边有巴德有大招守，结果 Milky Way 直接来了一波漂移去下，把 Kill 给接了过来啊！我只能说确实有想法，但这也是最后的高光了。这把小老虎开始变身小老虎，3分钟被圣枪哥单杀，后续也是经典的不舍得 TP 救队友。21分钟这里我真不理解为什么鳄鱼不点 TP 啊，而是徒步过来，直接导致队友被逐个击破。鳄鱼要是 TP 下来，我真不懂京东要怎么反打和追击。后续也是经典被运营住，牙膏的沙皇更是从0-4打到了8-4，0-2。FunPlus 第2把的发挥，我只能说确实不配赢啊。不过后续 FunPlus 还有1场比赛是打 TT， 如果顺利赢下，那就依旧保留了有晋级登峰组的机会。所以目前 A 组也是依旧存在悬念的。25号的比赛，最让我惊讶的不是微博被 AL 2-0横扫，而是 IG 居然击败了 UP。其实 IG 赢 UP 倒不是不能预见，只是 IG 这次又换回了之前的上单 YSKM。IG 的第1把 BP 做的挺好的，在双方办掉了4个野盒的情况下 ，UP 是比较早的点出了小炮，一副要搭小炮大树的样子。而 IG 这边则直接抢下了莉莉娅。莉莉娅是一个打坦克阵容非常优质的选择，加上下路炸弹人加中单飞机，那队伍的线权稳固的情况下，莉莉娅可以爽刷，也是很经典的发育团战赢。
第二把呢，又是我熟悉的 YSKM 经典亮剑环节。YSKM 应该是我们 LPL 最喜欢选剑姬的选手了，基本是除了一些版本英雄就是剑姬了。IG 赢下 UP 不算爆冷，在我看来，因为 IG 这个队伍本身的爆发力是有的，只是他这一赢，反而就把微博剧给捞起来了。对于 UP 来讲，赢下 IG 这场，他们妥妥的就进登峰组了，可偏偏没拿下，而且还是0-2，这样小分上就不那么有优势了。如果后面微博赢下 IG， 自己又输给 NIP， 那其实保留了微博晋级的可能啊！经典算分环节打得越臭越爱算分了。当天的第二场微博迎战组内第一的 A 瑶，第一轮 A 瑶是做了个逆天 BP 被微博横扫了，而这场比赛他比没有重蹈覆辙，而小虎也延续了整个夏天的状态，一如既往的没让大家失望。说实话，赛前数据前瞻看到这张图，要是能绷得住的呀，那真的是神人了。而撑伞箱这一次也不再留手，第一把小炮直接完成了对位单杀，杀人越货轻轻松松，第二把又是手把手永恩教学，2场打完对位都压3000块的经济了。一边存在挨揍，一边存在游龙，不怪小虎把兑现 MVP， 压力确实大。不过这场比赛微博还是选择了把刘星松给斩杀了，换上了2队的辅助，临阵换将的纯属大忌，也是果不其然，轻轻松松的0-2，已经烂完了。我的评价是很垃圾的比赛，没有任何游戏内容可言。小虎更是，唉，都说呼吸只 C 解散局，怎么到这个份上还不 C 一下？我懂了，线还没有散够，该走的人还没走。我得想办法让小虎退役，我得想点办法。就由我来把你们的虎大将军送去观众席。那周三的比赛是 C 组的最后一天，也决定了到底是 RA 进还是 LNG 进。RA 想进，要么是垫底的 OMG 赢 LNG， 要么是自己赢滔博。很可惜啊 ，LNG 虽然小翻车的输给了 OMG 一场，但最终还是拿下了这个 BO3。而 RA 打滔博，怎么说呢？虽然场面上 RA 有过一阵优势，但滔博现在已经不是特别急躁的队伍了，所以比赛的结果不用担心。最终 LNG 靠着小分优势携手滔博成功晋级。那周三主要是 LCK 那边有比较精彩的比赛，由 Viper 和 Zeka 率领的韩华对战上了目前小无敌状态的根基。说实话，比赛没我想的那么激烈。根基目前的英雄池团队的运营状态实在是太扎实了，就他们打的太过合理，太不上头。第一场韩华其实蛮有机会的，根基的阵容其实不是特别好。韩华呢成功听牌了水龙魂，双方经济也仅仅保持在3000左右，这种局面韩华是可以接受的。但24分钟排完视野，根基直接选择了 Rush，King 的铁男闪现去关豹女，通过一波男爵的提速节奏，根基直接将经济拉开。其实这波男爵团不复杂，但就是从算男爵 Rush 的速度到预判对手落位的时间，再到 King 只有一个人选择卖自己，其他人不做多余动作，阵容需要的那种执行力和纪律性都做得很好，所以就一波打死了。其实韩华和 KT 那场有点像，就是韩华能赢点小团，能找到点节奏，但滚不成大节奏，缺乏能够威胁和进攻2塔的手段。而且你也不敢随便开男爵，你别看2把韩华人头挺多啊，但依旧是没有人能够摸到根基的高地的，因为在视野防守这块他们是真的扎实。看来今年最终的 BOSS 不是 T1 而是根基了。目前来看 LCK 那边什么 KT、DK 想要阻止根基也指望不上，还得看 T1 了。虽然 T1 也是被根基擒的厉害，但毕竟是4冠，阻止勾灯肉还得看他们。那 T1 最近在干嘛呢？T1의 탑 제우스야 제우스와 승리하리 캐리 하루도 못 버틸 녀석이군 너는 최고야 oh no T1의 정글러 oh no 협곡의 주인 oh no 지금 잠이 들지 않으면 우린 춤을 출 거예요. 아래 아래. 要不转让吧，儿子，你怎么了？那周四的比赛是 B 组的最后一轮了，也决定了 WE 和老干爹的命运。RNG 已经记了，而 BLG 则已经进了。那其实 WE 是占小优势的，因为 WE 的小分会比老干爹要好一些，毕竟第一轮是1-2惜败给 BLG， 稍微多了1分。但换算小分的前提是你得赢啊，而上来 WE 就输给了无限垫底的 RNG。WE 斩杀了表现不佳的 LP， 换成了善于打大河的 Able 的表现也没问题啊，临阵换将有点太赌。WE 其实之前就只能指望 Fofo 和 Wayward， 恒呢在这个 AP 打野版本只能说凑合，而现在引入 Able 想试着打多核嘛，但这样一来队伍的常规节奏就有点乱了。这场比赛逆天的是解说也在抢花，团战听起来也是多核，就乱的一逼。第3场因为看老干爹那边，我对 W 这边的情况不太了解，反正结果就是 RNG 拿下了比赛，提前送老干爹进登峰组。我们是冠军，冠军中的冠军。而
老干爹表示，谁他妈要你们送啊，老子踩着镖局进去。第一场镖局上来就科研，选了一套拉扯阵容，结果呢直接被老干爹干爆。前面也说了，老干爹这国豪和海超的中野是真可以啊，这把他们也是携手扛着队伍前进。在上单 Birdo 的蝎子发挥如此逆天的情况下，老干爹依旧是靠着扎实的团战发挥平推了镖局。镖局这个阵容就只能靠泰坦开团，而老干爹就是开你泰坦，你欧恩喜欢皮，那我就弄你。说实话，老干爹这小老外啊，大招稍微命中一下，蝎子熟练度高一点点，第一把镖局早就记了。第二把呢，镖局也不瞎搞，选了他们最擅长的经典月下阵容，一级限优，然后攻势月下。其实当老干爹下路选这个德莱文的时候，结果基本就注定了，少爷这个德莱文选出来就是奖励自己的。到了第三把，海超和国豪彻底爆发了，敢弄敢打。海超这把真的很像乔比，就是中期不急躁发育，到后期呢有帽子的妖姬非常强势了，而且镖局这边也是没活，开团呢只能看瑞尔。其实这一把欧文瑞尔操作上已经很秀了，有不止一次的帅操作，但局势他就是不在镖局手里。海超只要不送，能够给到后排威胁，那老干爹就是一个老是打脸上的人就能赢的阵容。不是欧恩的神开团，镖局可能又是一把被碾压局。双方一直拖到了第二条远古龙，最终由海超的妖姬完成了对左手的单杀，直接将比赛彻底杀死了。这就是老干爹，这就是海超啊，全力超。在进入登峰组后，老干爹保底是能够打一个BO5了。那大的要来了，期待这次老干爹在登峰组能够掀起怎样的腥风血雨吧。那本期的内容就这么多，因为视频发后啊，微博和EDG那边的结果应该也出来了。下周的话应该就是沙特杯了，所以到时候看看是继续做赛事周报呢，还是做沙特杯的复盘。总之，袁某人不当懒狗，我们下周再见。然后各位兄弟也烦请点个小手，给个免费的赞吧。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